在楚国首都，一个人的鼻尖上不慎溅了一点白石灰，那层白石灰啊，薄的就像苍蝇的翅膀一样。这个郢都人啊，特别爱干净，便请石匠用板斧把它削掉。石匠笑了笑，便拎起锋利的板斧，只听见一阵板斧声响过后，这个郢都人的白石灰被削得干干净净，而他的鼻子呢，却完好无损。宋国的国君听说此事，盛情相邀，请来那个石匠，对他说：“也请你照样为我削一次好吗？”只见石匠又笑了笑，说：“大王，我的确是这么削的，但是能让我这么削的那个人，已经死了很久了。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个寓言，是庄子路过他的好朋友惠施的墓前时讲的，被众人口口相传。在那个时代，人们喜欢用寓言表达思想，众声喧哗。纪录片《中国》由经典献映，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。他叫莫迪，众生当中，他的声音很响。莫迪出身平民，做过牧童，学过木匠，对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与钻研。他的著作中有专业性极强的实用技术与策略，有器械的制作技艺，也有攻击与防守的战场组织布局。莫迪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小孔成像实验，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光学原理：光在同一种介质里沿直线传播。他对自然科学有着同时代人罕见的精深认知，他的抽象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，与他探索的
力学、声学和数学知识一起被记载下来，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科技理性。而莫迪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。莫迪曾求学于儒家，是孔子的信徒，但渐渐的，他开始成为儒家的批评者，认为儒家的观念华而不实，尤其是一些繁文缛节非常不利于社会发展。之后，他自立门户，在各地聚众讲学，抨击诸侯国的暴政，并将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学生。大批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狂热追随他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木鸢，它的创造者就是莫迪。莫迪门下是一个纪律严明、苦行僧一般的组织，人称墨家。公元前440年夏天，正在讲学的莫迪忽然听到一个消息：楚国要对宋国发动战争。在战事频频的年月，这并不算太特别的事情。但莫迪立刻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派300精壮弟子前去宋国协助守城；第二，自己动身前往楚国。莫迪昼夜兼程，走了10天，来到楚国国都，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弱小的宋国。楚王表示，那不可能，因为当时最有名的工匠鲁班已经为他造好了可以凌空而立的云梯，那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利器。莫迪却自信地说：“我有破解云梯之法。”楚王自然不会轻易相信，于是莫迪提议和鲁班模拟攻守战阵。此时的战争已发展到类机械化时代，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士兵多寡，而在于谁掌握更强大、更先进的器械。鲁班发明过很多建筑工具和军械兵器，以心灵手巧名动天下。楚王也因此而觉得胜算在握。结果，鲁班进攻了9次，被莫迪击破了9次。最后，鲁班盯着莫迪说：“我懂得怎么赢你，可我不说。”莫迪明白，鲁班的意思是要杀了他。他毫不畏惧地回应：“我的弟子已经手持墨家制造的器械，在宋国的都城严阵以待。即便杀了我，你也无法取胜。”莫迪的才智、态度和毋庸置疑的信念，浇灭了楚王心中的战火。
最终，楚王放弃了攻宋的想法。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被莫迪化解。莫迪与宋国毫无利害关系，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，但他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中斡旋。莫迪提倡非攻，反对一切战争。他信奉兼爱，不分远近亲疏，不分贵贱，不分地域国别，对所有人都施以平等的爱。这便是兼爱。从楚国回乡，途经宋国时，天下起滂沱大雨。莫迪想到巷子里去避雨，守巷口的人却把他赶走了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个人刚刚为宋国解除了一次强大的威胁。莫迪不以为意，回到雨中，踩着草鞋踽踽独行。这便是墨家精神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不计个人得失，为正义，为苍生赴汤蹈火，死不回头。当莫迪告别这个世界后，遍布各国的墨家弟子把他的学说推向巅峰，越来越壮大的墨家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者。墨家的兼爱与非攻，并没有阻挡天下的纷争。接连而至的战火，把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——战国。战国的仗打了100多年后，一个新的思想家登场了。他叫孟轲，儒家的继承者。孟轲是战国时代的邹国人，距离孔子家乡鲁国不远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晋圣人之居。和孔子一样，孟轲也是幼年丧父，身世坎坷。学成之后，他选择一边教书，一边游历，坚定不移地捍卫和发扬儒家学说。和孔子周游列国时相比，一切如此相似，一切却又大不相同。孟轲心之所至，是随处可见的战争废墟；孟轲目之所睹，是毫无节制的征战杀伐。他听到无数苦难的声音和心跳声交叠在一起，填满胸膛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，周王室名存实亡。经过旷日持久的争霸和兼并，春秋初期100多个诸侯国，到战国时只剩下20多个。其中实力最强的有7国：韩、赵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秦。战国七雄的格局逐渐形成。孟轲已经年过40，他将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选在了齐国。吸引他的是一个叫稷下学宫的地方，那是齐国国君下令在临淄建立的一所高规格的学院，广招天下士人。稷是临淄的一座城门，稷下学宫由此得名。乱世让很多人流离失所，却也给了知识分子一展才智的舞台。
为壮大实力，各国执政者打破贵族政治体制，敞开大门，延揽人才。稷下学宫就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讲学议政之所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方主办，却由民间学者主持的高等学府。知识界的领袖云集在此，纷纷登台。宽松的氛围让各种不同的思想都得以自由抒发。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，人人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后人为它起了个名字——百家争鸣。稷下学宫成了百家争鸣的中心。尽管社稷崩塌，政局动荡，但每一个拥有情怀和抱负的人都并不沮丧。他们为理想而生，为信仰而奔走天下。孟轲很快意识到，在这里，一个人若不大声疾呼，就没有人能听到他的见解。与儒家争鸣的对手中，以墨家和道家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。两派相互攻击，但影响都很大，以至于孟轲感慨道：“天下之言，不归于杨，即归墨。”当然，他不会站在任何一边。很快，孟轲就想好了批驳他们，并且宣扬儒家学说的方式。稷下学宫的庭院里，辩论随时都会发生，焦点问题往往就是两个：该怎样治国，该怎样做人。诸子百家为无道的天下开出了各自的药方。儒家倡导仁爱，墨家信奉兼爱。儒家所倡导的仁爱，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爱，分亲疏远近，并以此建立社会秩序，实现天下大同。而墨家信奉的兼爱，则要求视人如己，爱人如己，国与国，人与人，都应该用平等无私的爱去照亮彼此。在辩论场上，只有金刚怒目的讲演和振聋发聩的语句，才有可能被人记住。孟轲要让儒家的声音成为洪钟大吕。孟轲和人们记忆中中庸迂腐的儒者没有一点相似，他阳刚自信，画风犀利。到了稷下学宫没多久，就以好辩而声名鹊起。不出所料，他对杨朱和墨家的大声批评，一鸣惊人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莫是兼爱，是无父。无君无父，乃禽兽也。尽管儒家和墨家唇枪舌剑交锋不断，但二者都有坚定的目标和追求，也都有明确的原则和底线。在那个道义不常被人提起的时代，这样的坚持弥足珍贵。孟轲言辞激烈，只是为了传播一个平和温暖的理想。他将孔子的一个仁字发展成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法仁政，主张用劳无劳以及人之劳，
右武右以及人之右这样的人心治理国家。他认为执政者应该亲民，与民同乐，唯有得民心，才有可能得天下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战国风云下，孟轲的理念如此稀有珍贵，但显然又那么不合时宜。所以，尽管在稷下学宫获得了一些声望，当政者齐威王却并没有启用他。孟轲决定离开齐国，为心中的理想寻求安放之地。为了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听见，这个时代的人们选择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思想。其中有一个人故事讲得最好。一天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他变成一只蝴蝶，醒来后他分不清究竟是自己梦中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自己。他的名字叫庄周。庄周年轻时曾担任宋国的七员小吏，后来宋康王发动宫廷政变，逐凶篡位，他便打消从政的念头，辞去职务，回乡靠编织草鞋为生。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乡野村夫，在天地中窥见了自然的奥秘。春秋时期，老子的追随者创立道家，他们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变化。庄周自成一派，成为道家的重要代表。他思想中的智慧与机锋，他用意象构建的哲学世界，让中国人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去猜测、领悟以及误解。庄周大概是最喜欢鱼的哲学家，他常常钓鱼、吃鱼，也常想象自己就是一条鱼，自由自在地游走于天地之间。庄周说：“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没钱了，他就去卖草鞋；肚子饿了，他就去钓鱼。身无长物，却逍遥快乐。他西游魏，东游鲁，南游楚，北游赵，飞扬无边的想象力让他写出了独一无二的文章，鸟兽虫鱼都被他讲成了故事。那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有趣的灵魂。一天，庄周来到魏国看望老朋友惠施。此时惠施刚做了魏国的国相，有人对他说，庄周也是来谋取相位的。惠施吓了一跳，忙派人搜捕庄周。搜了3天3夜，庄周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他给老朋友讲了个故事。南方有种鸟叫鸢雏，你知道吗？这种鸟不是梧桐树就不栖息，不是竹子所结的果实就不吃，不是甘泉就不饮。它从南海飞往北海时，路上遇到一只猫头鹰，嘴里叼了只腐烂的老鼠。猫头鹰以为鸢雏是来抢食的，就对着鸢雏大叫一声，现在你也要为了你那魏国的相位来吓唬我吗？惠施无言以对。即便如此，
庄周仍然把惠施当作最好的朋友。这就是庄周，一个喜欢用寓言表达对世界看法的哲人。庄周从未造访稷下学宫，也从不参与公开场合的口舌之争。不过，他很喜欢与惠施辩论。有一天，庄周和惠施来到好水边。你看，河里的鱼游得很从容，它们真是快乐呀。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他们快乐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？我不是你，确实不能说了解你，但你也不是鱼，那你也一定不了解鱼的快乐。你一开始就问我是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，那说明你已经默认了我知道鱼是快乐的。庄周喜欢辩论，但他却认为辩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都不说。什么都不说，继承老子衣钵的庄周，推崇人与人之间平淡质朴的关系。他说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老子说过“上善若水”，庄周同样喜欢水的虚静恬淡。山水之间，他畅想着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游。就在庄周寄情于自然的时候，孟轲正怀揣儒家理想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国君之间。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世界。孟轲喜欢循循善诱，从浅显的道理入手，一点一点把话题引向深处。在魏国，他用杀人做类比，希望能击中魏惠王的心。用刀子杀人和用棍子杀人有什么不同吗？没什么不同。那么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。厨房里有肥肉，马厩里有箭马，可是百姓却面带饥色，野外躺着饿死的人，这就是政治杀人啊！当政者还有什么资格做人民的父母？孟轲用心良苦，但魏惠王希望听到的并不是这些。当时各国国君希望听到的都不是这些。眼前是弱肉强食的现实环境，是各种迫在眉睫或隐藏于暗处的危险。他们急于找到快速强大的良策，以避免灭国之灾。正义、仁爱、亲民，在国君们看来，那是遥远虚幻的，并且毫无力量。这是各国关系最复杂、军事最活跃、局势最莫测的一个时期。战国七雄中，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最为强盛，形成东西对峙之势。于是，各国之间形成了两种外交关系：一种是南北向的弱国结盟，合成一条纵线，
联合起来抗击齐国或秦国，这被称为合纵。另一种是位于中间的弱国和两大强国之一结盟，西连秦或东连齐，连成一条横线，攻击其他弱国，这被称为连横。而那些鼓吹合纵或连横的游士，如张仪、苏秦、公孙衍等，就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——纵横家。纵横家在诸侯混战中如鱼得水，但儒者孟轲不关心一国如何打败另一国，他更同情人民的疾苦。一次次碰壁后，孟轲再次将目光投向齐国。这个创建了稷下学宫的国家，应该是与众不同的。他觉得有必要再试一次。这是孟轲第2次来到齐国，跟上一回遭受冷遇不同，这次他似乎来对了。他遇到一个看上去很赏识他的国君。新任国君齐宣王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，对孟轲十分尊敬，将他奉为客卿。孟轲以为机遇终于到了，他与齐宣王论政，直陈社会积弊，大谈仁政主张，场面有些尴尬。孟轲慷慨陈词，齐宣王有时竟无言以对，只好顾左右而言他。尽管常被问得狼狈不堪，齐宣王对孟轲依然算得上宽容。在他眼里，孟轲是思想的先驱和贤德的楷模，他希望自己的臣民都以孟轲为榜样。但是，一心称霸的国君不会有兴趣整天谈论仁义道德。另有一个流派的知识和主张，都更加实用有效。齐宣王视其为振兴齐国的利器，那就是兵家。兵家隐藏在战争背后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他们是战国时代不可或缺的狠角色。齐国先后出过2位著名的兵家代表，一位是春秋晚期的孙武，代表作《孙子兵法》，被尊为兵学圣典。他的后代孙膑同样是兵家传奇。孙膑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，提出以寡胜众、以弱胜强的战法。这才是齐宣王心中可以雄霸天下的力量。一天，孟轲又来拜见齐宣王，他试图继续游说齐宣王放弃占领燕国的念头。公元前315年，燕国发生内乱，齐国趁机派兵伐燕，意欲吞并燕国。齐宣王曾请教孟轲的意见，问他能否取胜。孟轲回答：
燕民悦，则取之；燕民不悦，则勿取。但齐宣王早已有了自己的决定，他只是希望获得这位贤人的支持之名。孟轲想要再劝，齐宣王不想再听。在齐国群臣看来，孟轲口中的民贵君轻、仁者无敌，无疑是可笑的、不识时务的。孟轲意识到自己的期待再次落空，他向齐宣王请辞，齐宣王表示挽留，被他谢绝了。孟轲似乎去意已决。走到齐国边境时，孟轲突然停了下来。他停留了3天，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3天。很难再遇到一个像齐宣王这样礼遇自己的国君了。一旦离开，毕生的理想将再无实现的机会。只要齐宣王还有实行仁政的可能，哪怕希望再渺茫，他都愿意等待。齐宣王的确想把孟轲留在身边，但就像其他诸侯一样，他也承认孟轲的主张迂远而过于世情。各国都在变法图强，哪有时间留给收效缓慢的仁政呢？第3天的黑夜降临，孟轲依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睡意恍惚中，他感觉一切似幻似真。曾经的意气风发，与梦想背道而驰的现实，最后的一线希望，以及大失所望。孟轲知道，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等待了。弟子冲舆见他闷闷不乐，问道：“夫子不是说过，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吗？”孟轲轻叹一声，答道：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”太阳再次升起时，孟轲离开了齐国。他想，也许是天下大治的时期还没有到，那就继续走下去吧。如果要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？孟轲走过的路，悲壮但豪迈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立于世。有一瞬间，孟轲仿佛看到，他用尽一生去追随的孔子，就走在他的前方。或许先师孔子也走过同样的路。孟轲相信，终将有人继往开来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
孟轲不幸赶上了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，在诸侯国纷纷追求霸道而非王道的时代背景下，他竭力推行的仁政还没有可以落地生根的土壤。但孟轲也并非全然不幸。在富有创造力的壮年，他发现了自己此生的使命，这是莫大的幸事。20多年游历，他收获的并非只有挫败。对使命担当的全力以赴，虽然万分艰苦，却也充盈了他的精神世界。此后的岁月，孟轲回到家乡。孟轲和先师孔子的命运轨迹仿佛一再重叠，同样的生不逢时，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。孟轲也保持了和孔子同样的通达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孔子留下坦荡荡的君子之风，孟轲坚定地修炼浩然正气。他们从未放弃过自我人格的修养。之后2000多年，做一个君子成为中国读书人的毕生追求。除了继续教书，孟轲和一众弟子把自己关于政治、教育、哲学、伦理的思想观点写成了一本书《孟子》。春秋战国之际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《论语》已经成书，和孟子一起成为后世儒家必修的孔孟之道。孟轲乐观地说：“父母俱在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。养不愧于天，辅不作于人，二乐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”被后人铭记的君子三乐由此而来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这是孟轲留下的千古名言，这也是他跌宕人生的真实写照。濮水边，庄周又在钓鱼。2个楚国使者带着珍珠玉帛，奉楚威王之命来请庄周出仕，而且直接许以宰相之位。庄周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他看了看一无所获的鱼筐，对楚人讲了个故事。我听说楚王有只神龟，已经死了3000多年了。楚王仍将它用布包着，用竹盒装着，珍藏于庙堂之内。请问，这只龟是宁愿死了，留下骨头让人尊崇呢，
还是宁愿活着，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烂泥中爬行呢？楚人想了想，回答：愿意拖着尾巴在烂泥中爬行。他们已经知道庄周的答案。进则儒，退则道。就这样，儒与道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。如果说孟轲教导世人如何在世事沉浮之中保持赤子之心，那么庄周则为失意者开辟了一条心灵的归路。他们二人平生是否相见，后人无从得知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穿越庙堂，行过原野，老在江湖，最终都在内心找到了生命的归处。创立于乱世的稷下学宫，很快就在战火中衰败。当后人凝视诸子百家的舞台，无不被那段时光的丰盈和璀璨所震撼。在那个众生喧哗的年代，中国诞生了一大批不同观念、不同主张的学术流派，波澜起伏，蔚为壮观。广为流传的至少有10家。他们在思辨中创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言语与故事，留下了恒久流传的文化烙印。由孔子和老子阐发的中国原生思想，沿着星河变幻的轨迹向前演进。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，在无休无止的观点论争中，在苦难中，在希望中，许多质朴而深邃的见解逐渐生根发芽，成长壮大，直至结出硕果。有多少死亡，就有多少新生。那些喷薄而出的哲思和激情，如同新生命的蓬勃律动。一切才刚刚开始，却无比新鲜，无比生动。他们的自由飞扬，为中国文化注入了长久的自信和从容。他们的声音穿过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穿过喧嚣与沉寂，直击中国人的心灵深处。经典
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。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即将结束，无数迥异的个人命运汇入历史的滚滚洪流中，背负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望，承载着先人的思想和理想，一个崭新的国家昂然诞生，统一的中国正蓄势待发。纪录片中国，待会儿见。纪录片中国，现在继续。